这家店还是这味道，正宗啊。康律啊，从深圳到北京，又从北京到深圳，我也算是三顾茅庐了吧。好在啊，你终于来了啊！等会儿，老陈，不是你想的这样啊！我来深圳是帮一个朋友的忙，准确的说，我就是还一个人情。我没想别的。你们陈军所里有戴佩林啊？戴佩林是我师姐啊，深港圈律政界女神啊。她见你位子不好吗？佩林的确很能干，不过呢，这几年啊，她在律所管理的东西啊，太琐碎，再加上她先生那边家族生意也很大，以她的家庭背景啊，很难能够劳心劳力。你就不同了，国内顶级院校以及海外名校的背景，除了业务能力，我更看重是你的领导才能。大哥，这事儿咱先放一放。不过我之前那个案子，我倒想跟你说说。啊，我知道，正因为你们那个案子啊，这唐莹莹律师今天被叫去律协接受调查了，说是有人实名举报了他。我举报呢，我干的。因为我认为法治社会的建立，就是应该规范，你不能一味的想赢，追求胜利。我觉得这不是正当。但是前几天我看到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，说实话我惊着了，我没见过一个律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，我也后悔了。啊，我挺佩服他。这唐莹莹啊，是我不成器的小徒弟。哎呀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不过呀，看着你们两位高手过招，我倒是看得非常过瘾。康律啊，要不要再来会一会我这个徒弟呀？师傅，等会儿啊！师傅，我想请你帮一个忙。钱鹏创业做了一份融资计划书，我自己拿不太准，想请你递给佩林姐，让她帮忙分析一下这份项目书的可行性。你怎么自己拿给她呢？我跟佩林姐说不上话，你跟她比较熟。行，你们俩创业还顺利吗？还在起步阶段。我们想结婚买房子，但是两家都帮不上什么忙，就想着年轻拼一把。如果创业成功，就什么都有了；如果没成功，他就回前公司上班。行，抽空拿给他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生日快乐，我的女神！还有一套白瓷茶具已经送到您家，请注意查收。谢谢。齐先生只知道送包包、送首饰的，只有你才知道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。做人唔好咁贪心，大佬。已经找到了一个满心满眼都是你的男人，还有满口嫌弃，哈，女人。拿着什么呀？哦，对了，林小云男朋友做的，想让我拜托你指教一下。要这么大一个圈子，这姑娘的心思啊，如果都用在工作上，早就成为独立律师喽。康律，欢迎来到陈军所。陈主任，康律，要不先去我办公室坐一下，这边。怎么了？见鬼了！还真是见了鬼了。先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康俊，我们所新的合伙人，哈佛法学博士，也是我三顾茅庐请来康律到陈军所接我的班。大家都知道，我这说退休啊，都说了1年了。今天呢，我要正式的让位了。感谢各位同仁对陈军所的付出与努力，也希望大家配合新主任，继续做好各项工作。下面我们就欢迎康主任讲话。陈主任的厚爱真的是
让我既惶恐又兴奋。我有幸能有机会和在座的多名优秀律师一起共事，我很开心。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相互学习，共同进步。对后面的工作安排，我就说几点：一是正义，永远不要试图挑战法律的底线，因为我们是法律人，要走正道。只有正道是长久的路。其次就是未来，一家成功的律所，靠的不是1、2名明星律师，而是你们在座的所有人。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律师，你们都可以在陈君所在这里，都能够拥有你们闪耀的机会。康主任 ，welcome， 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庞律师，那主任您说，以后一起共事了，请多关照。您是主任，以后还指望您关照我呢。找我？对，方便吗？方便，请，请主任，您坐。哎呦，坐。我们又见面了。是啊，又见面了。主任怎么没回北京呢？因为你啊，哎呦，我还不知道我有这么大魅力呢。特别有魅力，而且很出色。陈君所的栋梁，独立律师，未来不可限量。主任，您刚来，对我可能还不太了解。您跟我呢，最好有话直说。您说的太绕太委婉了，我听不懂，脑袋反应不过来。我了解了一下啊，大概在前2年，你和戴师姐一起经办过很多非诉案子，但是突然间这2年，你变了一种风格，你接的全是诉讼业务。我特别想知道，发生了什么？是这样的啊，主任，我从前接非诉业务呢，只是为了拓宽眼界，弥补专业上的不足。但是从我个人的兴趣上来讲，我更喜欢诉讼业务。你看，一个诉讼业务，它从询问到结案，周期非常不确定，收入呢，比资本市场那些法律业务利润相差岂止10倍啊！是，一个律师最大的成本就是时间，一天24个小时，怎么规划？如何规划？得好好规划一下，尤其像你这样的高阶律师。是，您说的对，主任您接着说，我记着。你不用叫我主任，我习惯你之前叫我康律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很自然。是。我可以邀请你做陈君所的高级合伙人吗？啊，我吗？是的。您第一天来就跟我提出这样的邀请，哎呦，真是太突然了，太受宠若惊了。我了解你的背景和资料。巧了，您接张毅案的时候，我就已经了解过您的资料和背景了。知己知彼嘛，尊重对手，非常理解。怎么能是对手呢，主任？您刚刚在会上可是说，既然来了陈君所，那咱们俩可就是同事了。还有，主任，我真心建议您看看咱们所里的年轻律师们，一个个朝气蓬勃，充满干劲儿啊。至于我呢，我这个人没什么大志向，也随性惯了。您对我就不用抱那么大的期望，真的，看看年轻人，多给年轻人一些机会嘛。好，那我不打扰你了。您忙，慢走啊，主任。陈主任确实跟我说过，
说你是这个所里面最有个性的律师，特别好，好吃。师傅，我一直都认为您会把陈军所主任的位置交给佩林姐的。是吗？怎么？你觉得这康俊不适合掌管陈军所啊？他已经把一家律所经营得由盛到衰了，您是怎么认为他还能管理好陈军所的？之前的事呢，不是他的错，有些业内传闻并不可信。我对康俊啊很早就熟悉了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更了解。所以啊，我也希望你能借这个机会，好好的向他学习。我跟他学习，这个人的业务能力我先不说，也就那样，就说他的人品，虚伪又狡诈，真的，我实在看不出来他身上有什么值得我学习的过人之处。我知道你们两个人的过节，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？我这个人小心眼儿，记仇。你如果换个角度，把他当成对手，我想他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对手。您放心，有一点啊，我可以跟您保证，如果呢他真的是为陈军所的未来做打算，我保证不去找他的麻烦。但如果不是，我丑话跟您说在前头，那我就是他最大的麻烦。这一户律所的事情啊，你还真得多担待着点儿啊。行，我努力。好，有事随时给我电话。好。这么巧，方队长今天没去拯救世界吗？当然也不需要每天都拯救世界。我这道附近有一个比较安静的酒吧。酒吧？嗯，我看起来像是那种嗜酒如命的人吗？你看起来有一些疲惫，需要放松一下。我车里有酒。找个地方喝点。走。别说啊，这酒量还真的挺好的，喝了这么多一点感。砸我的头。当年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为了确保你的安全。你呢？你现在安全了？危机四伏。出去走走。好。
唐律早啊，早！大家最近辛苦了，请大家吃甜品。谢谢唐律。唐律，你今天格外漂亮，容光焕发啊，嘴比蛋糕都甜。看这什么味道？谢谢。嘿嘿，甜甜的小蛋糕。哟，黑森林。哎，你是不是有个同学在华牧医院工作啊？啊，对啊，挂哪科？我现在帮你约。我想做一个全面检查，就是齐家他也有投资的医院，但是不方便。OK， 我陪你去，约好了我告诉你。哎，上次你给我那个计划书我看了，云鹏财富整个计划书除了名字还不错，其他内容都是东拼西凑的，没什么可取之处。更重要的是，林小云她是法律和金融双学位毕业的，这么简单的一个计划书，为什么要大费周折让你来拿给我呢？这个，其实我也想了一下，这里面的风险他应该都清楚，他可能就看上了你背后的资本吧。你这徒弟啊，心思太多，不好带。我说说他啊。这怎么了？玉玲姐那边是不是有答复啊？啊，对，那个佩玲姐最近一直吧在忙自己的项目。佩玲姐是不是觉得这个项目不太稳妥啊？你说这个钱鹏做程序员收入也可以，你呢？做授信律师，未来的收入也是可预期的。你们俩齐心想在这个城市里立足，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怎么老想着冒风险冲高利润呢？我们现在看着是每个月收入还不错，但深圳这个房价，不知道要省吃俭用多少年才能买一套房子。你说你这个条件，又这么努力，你跟那个钱鹏，我始终觉得吧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说了。师傅，我们不一样。你很年轻的时候就当上独立律师，专业水平高，业务口碑好，不愁案源。我一直很羡慕你的。或者像代理人那样，背靠豪门资源接案子，我跟你们是比不了的。这点你可说错了。佩玲姐当年在香港律政界那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，曾经受到生命威胁都没放弃，那可是被港媒称之为全港最硬的女人。你表面上看着好像是她嫁入豪门踏高攀了，实际上是齐文苦追了多年才把她追到手的，是齐文高攀了。这个项目呢，我也只是帮你提个醒，具体怎么操作还是要看你们两个怎么决定。我明白。师傅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出去了。这个别的指标啊都还不错，就是这个内分泌激素啊，就你这个年纪啊，这个数值啊就不正常，你要注意一个卵巢早衰的情况啊。那是什么原因会有这种情况？这个或许呢跟你以前2次生产损伤身体有关，再或者说呢就是你平时呢工作压力太大。现在呀很多女性都有这个类似的问题。医生啊，以我现在这种情况，还有怀孕的可能吗？你的意思是，以我太太现在身体的状况，她已经不再适合生孩子了吧？理论上是这样，无论是从她的年龄，还是2次生产遗留的伤害，如果你真的在乎齐太太，就不要再勉强了。
我之前一直觉得你们家齐先生怎么着也算是个优质爱人了，真没想到都这个时代了，你这种事业女性，竟然还要面临这种传宗接代的困扰。我不排斥生孩子，那是自然的馈赠。至于生男孩的执念，那是齐家人的想法。齐文他是很被动的。他要是真爱你，就不应该再让你受这种苦。齐文他也是因为太爱我，不然想跟他生孩子的女人还是有的。你跟我堂姐这么多年的朋友，我们家族的情况你也了解的。我了解，但不认同。女性继承有什么不可以啊？阿文，我提醒你一句，以你们家族的执念，迟早会毁掉你和你太太的感情。爸，你真的不能催，我求你了。他把你看成这样啊，像躲起来不负责任吗？他有没有王法了？这是医院，这是医院，你去了会影响他前程的。对你伤害这么大，我管他要医药费、营养费，我过分吗？我过分吗？你的身体还有这辈子都让他毁了，这是多少钱都不够赔的。我都是为了你。可是哥，这不怪他，这都怪我自己。哥，你真的不能催，我求你了，那会影响他前程的。瞧你那没出息的样，你哥，我求你了啊！哥，先生，哥，你不能。先生，控制下你的情绪啊，不然我们就报警了。你们俩干嘛的？你啊？这是我妹。你妹妹，你也不能这样啊！没事吧？我们处理自家的事儿，你们两个娘们儿别他妈多管闲事儿。跟谁他妈的呢？注意你的言辞啊！言语羞辱也算违法。刘曼丽，你是我妹妹，你说你哥这些年辛苦忙活，是不是都为了你？我就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王八蛋这么欺负你，我就找他要赔偿，他必须对你负责。你等着，你等着。再大的事儿，身体最要紧。我是陈军所的律师唐莹莹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有什么法律上的事儿你都可以找我，啊？有需要我们送你回去吗？我可以仔细照顾自己，谢谢，谢谢你。走吧。刚才那个女人虽然穿着病号服，但不是华木的住院病人。我看了她腕带，剧情不难猜，应该是在华木工作的某个男人让这个女人意外怀孕了，出现了某种意外情况，女人住院，孩子大概率也保不住了。然后这个女人的哥哥呢，就想找这个男人要些赔偿，妹妹反对，所以在闹。唐律师的推理能力一直在线。那我就再推一下，男人为什么逃避？一是单纯不想负责，二是有家室没办法负责。太阳底下没新鲜事儿。喂，你好。可以。明早9点半在律所的会客室见吧，地址稍后发你。刚才医院那个女人。厉害，裴令介，前浪涛声依旧。师傅，哎，出院了？啊，我们跟医院请了假出来的。那个唐律师，昨天我态度不好，你别跟我一般见识。没关系，那需要我做点什么呢？这我听说咨询律师是不是也得付费呀？啊，这个我可以给你们半小时的免费咨询。二位怎么称呼？我叫刘贵忠，我妹叫曼丽。我就想问问啊，我们能不能告那个伤害她的负心男人？昨天没找到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那医院说了，说他最近一段时间在休年假，那分明就是躲起来了嘛。是这样的啊，感情上的辜负和欺骗，
只能在道德上谴责他，这个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畴。但是根据刑法第258条规定，有配偶而重婚的，或者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，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或者拘役。我说的还明白吗？哦，对，你看，还是律师说的明白，他就是骗了我妹。哎，我妹宫外孕大出血，还把她丢在医院不管，把子宫都给切了，必须得告他，让他赔钱。就是想不通，他明明口口声声说爱我，但是他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刘女士，你在和对方交往的时候，知道对方的婚姻情况吗？那对方有刻意向你隐瞒吗？他一开始说他和他老婆正在分居办离婚，后来我发现他骗我，就说要分手，他找我挽回，我心软了，就答应说我愿意等他。那你住院治疗的这个期间，他有负责医药费吗？我给了，就交了1万块钱押金，然后就玩消失了。你说你是不是眼瞎你啊？你怎么看上这么个男的，还医生呢？那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他就是。哎，刘先生，你先不要激动。根据你们描述的这个情况，是可以提起诉讼，要求对方民事赔偿的。但重点是，刘女士，你确定要起诉对方吗？不能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他的人生就毁了。告他，必须得告他，得让他受到正义的审判。不能告哥。什么玩意儿不能告啊？不能告你来干什么来了？你咋想的你？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？必须得告他。这样啊，是否起诉？你们2位回家商量一下，商量好了再来找我，好吧？小英帮我送一下。不是，哎，你不起诉他，你来这干什么呀你？你这不浪费大家时间吗？人家律师都说了，可以民事诉讼要赔偿。那如果这样，他一辈子就毁了呀。什么他一辈子啊？你一辈子没毁吗？刘先生，一边请。这是谁的委托人呢？他们是来找唐队咨询的。他总是把这个时间浪费在这些不咸不淡的案子上。他有自己的判断，你应该相信他。唐莹莹，还有输过吗？谁敢说自己永远不会输啊？暑假的欧洲夏令营，2周8万6，价格也算合理。西西才8岁，我觉得他现在3到10岁是激发孩子艺术潜能的黄金期，我们各自陪西西1周，正好。我年假刚用。我的工作也很忙的，你知道为了休这个假要加多少班吗？你干嘛呀？没看到有车吗？秦医生，我是曼丽的哥哥，住院那个刘曼丽。秦医生太太，哎呦，真有气质。谢谢。病人家属是吧？有什么事儿可以去医院找秦医生聊。这不秦医生休假了，没在医院吗？我来处理，你带孩子先回家，我跟他叮嘱2句就回来。行。爸爸再见。来我家找我，你到底想干嘛啊？秦医生怎么也不问问，曼丽在医院怎么样了？
你怎么知道我家地址的？我告诉你，你这是侵犯他人隐私，这是违法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侵犯我妹，害她长了个子宫，你跟我说违法？那你想怎么样？啊？你想干嘛？先给我转5万用的。我凭什么给你转5万？齐明，你他妈跟老子说话客气点！我告诉你，我们已经找过律师了，律师说你隐瞒婚姻事实，欺骗我妹，导致她流产，可以告你。是曼丽不愿意。啊？这不是银行界面，这是我的投资账户。你别以为我不懂法，转账你还可以索回。这是我的投资项目，顶峰理财，合理合法，安全。行，我给了你这5万块钱之后，你不可以再来找我。那得看我妹恢复的情况。你不给，下次就是律师来找。我妹身体有什么不好了，我还不来找你。还没睡呢。拍完了，还顺利吗？挺顺利的，没什么特别的事儿。喝水。老公，以后医院里的事儿能不能别带回家里来？我尽量。夏令营的钱我已经转过去了。行，你定好了就可以。我爸想买辆新车，还差一点儿。我的钱在理财产品里还没到期，所以……老婆，钱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我们量力而为，好吗？我们当时刚买这套房的时候，大部分的钱都是我父母出的。如果这个时候不表示一下，是不是有点不孝啊？你不是刚发了半年奖吗？正好，先用那个。啊，那笔钱……行，我来说。谢谢老公。我今天的确有点累了，先去洗个澡。现在病人情况比较复杂，出现凝血功能障碍、失血性休克，无法转院上进医院，只能申请预通，让白主任您赶回来紧急参与抢救。您刚才送来的病人大出血，需要手术，麻烦您在这儿签个字。我不是病人家属，我签不了。您稍等一下。白主任，知道了。现在病人血压急剧下降，意识朦胧状态。现在脉搏增快，已经超过124了。白主任，没有联系到其他家属。病人已经出现休克状态，再这样下去会有生命危险。无法止血，立刻切除子宫。
不好意思啊，余额不足。余额不足？对啊，钱不够了。啊，你稍等一下啊。来，下一位。哎，周经理，我已经申请提现了，怎么还没到账啊？转成数字期权了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取出来？啊。哎，住院费续缴了吗？哦，我刚才去了，还差点，你稍晚点去交。住院费不要拖，要不然没办法开药。啊，谢谢啊。满丽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，你齐明送你那些包和首饰卖了吧，我帮你拿去卖二手，多少能换几万。不卖。不卖拿什么交住院费？住院费不够了。秦明说过，他会照顾我一辈子的。等他处理完他的事情，他就会来，他绝对不会骗我。满丽，你到现在还相信他能离婚娶你吗？你以后再也生不了孩子了，他凭什么娶你？你告诉我。我跟你说，那个姓秦的现在对你最好的负责就是给你足够的钱。哎，行了，别哭了。那个，你手机给我用一下，我的没电了。我先给朋友打个电话，拿点钱用。26号床啊，你过来一下，看一下病人这几天的用药情况。抗感染、抗凝、止血、输血，大概的费用都在这里了，你看一看。哎，这个白医生，他那个查房的时候来过吗？这个不是我们医院的医师，这是华木医院请来的产科专家白主任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啊，谢谢啊。抓紧时间交费啊！这些东西够了吧？抓紧时间给我做好点，一定要劲爆。对，就用 AI 配音那种。你明天，到时候你等我消息。喂，3床的子宫负的情况还需要持续观察，4床需要约一个新生儿科的联合检查。白主任，有人让我送给您的。
是什么时候知道我妹妹跟你丈夫关系的？手术前还是手术后啊？我只知道，我是一个医生，他是一个正在抢救中的危重病人。为了救他的命，我只能那么做。怎么就那么巧呢？秦明把我妹送到那家医院，然后医院找来的专家偏偏就是你。老婆亲自动手切除了小三儿的子宫。白主任，你以为你干的这个事儿，真的就没人知道吗？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，我要回去工作了。等等，我妹的住院费还欠着，这钱你该缴的。刘先生，你找我要钱是敲诈勒索，你不让我走是限制我的人身自由，你最好想清楚再说话。这事没完！你们夫妻俩合伙害我妹妹，根本就不配当医生。我一定会把所有的事发到网上，让你们身败名裂，也让你女儿看看我父母是什么样的败类。你有什么资格威胁我？你妹妹勾引我丈夫，破坏我的家庭，这样的小三，宫外孕大出血是罪有应得。你应该庆幸她遇见我，失去的只是一个子宫。你要是再敢纠缠，你和你的妹妹会失去的更多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现在怀疑秦明的妻子医生白雅晴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，是吧？就是啊。所以，你现在要做什么呢？我要告白雅晴，她是故意切除曼丽的子宫，她是在报复。是这样的啊，白雅晴作为医生，手术是她的职务行为。如果她在抢救的过程中存在过失，或者是有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的行为，将会由医疗机构来承担赔偿的责任。但现在，如果你认定是作为医生的白雅晴存在主观故意，这个和医疗过失可完全是两个性质。啊，当然了，两种情况都需要证据。不是那个唐律师，你就告诉我啊，如果这个事儿是医院的错，或者白雅晴她就是故意的，我们能不能拿到300万？100万呢？刘先生，你现在是急需用钱吗？还有啊，是否要对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进行起诉？刘曼丽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其兄长无权代为起诉。这事儿我还不知道怎么跟曼丽说呢。毕竟我们当初都以为，虽然白雅晴切除了曼丽的子宫，但也算是救了她的命啊。那没想到她把……师傅，咖啡。感兴趣啊？医疗事故的官司还是有扩大空间的。你不要被这么狗血的人物关系带跑偏了。华木医院的产科主任，这种级别的医生，他就没道理去做这么愚蠢的事儿。可这也太巧合了。从他们兄妹在华木医院碰到我和戴律，这就已经是一个巧合了。因为这个巧合，我们已经免费帮他们做了2次咨询了，剩下的事儿就得他们自己决定了。刘贵忠想约我们去医院和刘曼丽聊聊关于那场抢救手术。站在人海的中央，不曾抓住的过往，
记忆在循环，心却空旷，寂静着从夜晚数到天亮，走入人海里流浪，心在潮汐里安放，记忆的海洋倒映出希望，深的夜就不会无法抵抗。听天空的独白，擦拭云上的尘埃，雨在冲刷我给的信赖，伤害不该逍遥法外。听天空的独白，别让心燃尘埃，阴干了你潮湿的存在，月亮带着伤害。在天空之外。我在人海里跌倒，为这场关系送了吧。记忆的海港不再喧嚷，黑夜等待破晓，拥抱日光。听天空的独白，擦拭云上的尘埃，雨在冲刷我给的信赖，伤害不该逍遥法外。听天空的独白，别让心燃尘埃，阴干了你潮湿的存在，原谅吧。